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相思总导演秦真，神话色彩也要真实落地。由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戴露娃、王弘毅领衔主演，谭健次特别主演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第2季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。该剧改编自童话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小妖与枪玄、涂山璟、香柳、阿念等人携手成长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交织的故事。将文字作品影视化之后，如何在保证故事原汁原味的同时，让人物和情节更加突出？总导演秦真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在开拍之前，我和制片方商定，大家要做一个更偏现实主义的新古装，虽然故事带有神话色彩，但要变成一个更落地的故事，注重落地感，在故事呈现中完成现实表达。接触剧本前，秦真看完了原著小说，觉得与市面上比较多的同类型作品不太一样。他是通过女主小妖的视角来了解她的生活和身边的人，进而铺展这个故事。他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气质，有很多日常戏、群像戏，我觉得要围绕10这个字定调，不管是人物关系、人物情感，还是美术风格、表演体系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情节是真实的，场景是有代入感的，演员表演也是真情实感的。如何去凸显这种实？秦真选择从细节处入手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在清水镇，小六认出轩之后，两人有一场聊天戏份。小六在茶寮里问轩，这么多年你应该很辛苦吧？那场戏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，但是也很让人感动。看似轻巧的一句带过，其实包含了很多。在秦真看来，于平淡桥段里捕捉细腻的情感，才是最动人的地方。这种实也体现在场景的搭建上。为还原剧中重要场景之一清水镇，秦真带领大家花费6个月设计图纸，然后经过7个月时间，搭建出50多栋建筑，并提前在屋顶种上了花花草草。置景落地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演员增加信念感。剧中每个人物都是很落地的，我想通过生活化的表达让大家觉得人物和故事真实可信。然而，剧集本身是神话故事，如何把握写实和写意的尺度，达到虚实平衡？秦真表示，剧组打破了一种惯性思维，不一定仙气飘飘的才是神，像文小六这样接地气的也可以是神仙。在拍每场戏之前，我会着重思考这场戏主要表达的中心是什么，想让观众看到的是什么，心里提前有个预设很重要。不止剧中大场面、名场面的拍摄需要注意表达，画面转场也要注重细节，才能让观众感受到这份落地感。对主演们很是满意，大赞杨紫是天赋型演员。对于几位主演的表演，秦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在他看来，杨紫饰演的小妖是个比较特别的女主角，小妖经历了伤害、欺骗、遗弃、背叛，但依旧心怀悲悯，独立清醒。历经磨难和沧桑后，小妖对人对事始终抱有善意和责任。比如在清水镇跟麻子、串子、老木相处时，他表面上大大咧咧，其实像个大家长，一直替他们操心和打算。但他的底子是孤独的，自我保护特别强，很难打开心扉。小妖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，他的一生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治愈。他杨紫通过细腻入微的表演，将小妖那些善良、坚韧的特质逐一呈现。秦真称赞杨紫是一个天赋型演员，杨紫对剧本的理解能力、对人物的感知能力、表演的现场感染力都非常强。剧中，
张晚意饰演的枪玄较为复杂，有冷酷无情的一面，也有温柔痴情的一面。他枪玄表达感情的方式很隐忍，但同时内心又很矛盾，有很多身不由己的窘迫处境。枪玄的人物线是慢慢展开的，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不好演，但晚意很好地完成了枪玄这个角色。作为小妖的官配，邓为饰演的涂山璟举止端仪，温文儒雅，而邓为本人在饰演时也很是用心。邓为会聊很多叶17和涂山璟的行为逻辑。我们拍到后半部分的时候，他说自己都已经想好了涂山璟和小妖成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了。他在剧组那段时间是真的完全相信自己是涂山璟，非常花心思去进入人物。谭健次在剧里饰演了香柳和防风贝2个角色，但秦真表示，谭健次要演的其实是3个不同的阶段：香柳、防风贝以及香柳和防风贝的结合。在拍摄时，谭健次对于香柳妖性的小动作设计，对于高冷的处理，都让秦真很认可。他可以往冷演，但不是面瘫，需要一些情绪上的表达。谭健次为这个角色思考很多，也投入很多。